我刚出生就被父母标好了价格，妈妈一个晚安前的拥抱1块钱，爸爸举着我转圈圈3分钟5块钱，这些我都小心的记在心里，然后从我的小熊零钱包里一枚一枚的付给他们。爸爸说这叫 AA 制，是为了培养我独立不占便宜的好品质。我没有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支付友谊。我最怕的不是黑夜里的怪物，而是爸爸看着账单说：小周，你今天的爱意消费超额了。我努力的攒钱，想买到更多的爱。直到那天，一个陌生的叔叔递给我一颗包装亮晶晶的糖果，我习惯性的问他多少钱，他说不要钱，只需要我陪他走一段路。王老师奖励了我一朵小红花贴纸，因为它亮闪闪的，贴在手背上像一颗星星。别的小朋友都把贴纸举起来给妈妈看，但我没有，我把它小心翼翼的接下来，藏进了口袋里。一路上我的小手都攥着口袋，心里一直在盘算。爸爸教过我，它的价值需要评估，然后用来抵扣我的教育开支。它值多少钱呢？1块还是2块？我有点紧张，怕估高了爸爸会说我不诚实，估低了又觉得对不起老师的表扬。回到家，妈妈正在拖地，我跑过去，从我那个洗得有些发白的小熊零钱包里摸索了半天，摸出1枚硬币，递到她面前。妈妈，我想买一个拥抱。我小声说，妈妈的眼神闪了一下，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但很快就平了下去。她只起身张开手臂，我靠过去，1秒2秒，她松开我，接过那枚硬币，放进了厨房窗台上的一个玻璃罐里，那里面的硬币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爸爸陆恒正坐在沙发上，他抬眼看了一下，然后低头在手机上按了几下。今天在学校有什么收获？爸爸问，眼睛还盯着手机屏幕。我紧张的从口袋里掏出那朵小红花，递过去，他接过来，没有夸我，然后拿出手机，对着贴纸拍了张照上传，备注：教育投资回报非金钱性资产1，暂估价2元，用于抵扣部分教育开支。我心里松了口气，还好我估的差不多。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妈妈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姨妈安昭和表哥周子旭，一把将我从地上抱了起来，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我的乖宝贝，姨妈想死你了。我僵住了，姨妈的怀抱很暖，不像妈妈的那么快，也不像爸爸那样会在心里计时。可是这个拥抱太贵了，我挣扎着从她怀里滑下来，躲到妈妈身后，抓着妈妈的衣角。妈妈，姨妈的拥抱要付多少钱？我的钱不够了，可以先欠着吗？姨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姐和姐妹。表哥周子旭比我大1岁，他不懂大人的脸色，他跑过来，把手里的奥特曼玩具塞到我手里。我吓得连连后退，把小熊零钱包死死抱在胸前。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陆恒、安瑜，你们看你们干的好事！姨妈终于爆发了，指着爸妈的手都在。你们疯了吗？你们再把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怪物，这是家，不是公司。爸爸推了推眼镜说：安昭，你不懂，这是我们先进的育儿理念，为了培养他不占便宜的独立人格，这会让他以后在社会上更有竞争力。独立竞争力？姨妈气得笑了起来。他才4岁，他需要的是没有条件的爱，不是他妈的等价交换。妈妈拉了拉姨妈的胳膊，小声说：好了，安昭，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你别管了。姨妈失望地看着妈妈，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姨妈含着泪要走，临走前，她蹲下来，偷偷塞给我一颗糖。那颗糖的包装纸亮晶晶的，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好看。她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听着，小周，姨妈给你的东西是爱，爱是不要钱的。我攥着那颗糖，陷入了巨大的困惑。爱是不要钱的。半夜我发起烧来，身体一阵冷一阵热，我很难受。我想叫妈妈，但我不敢。我悄悄打开我的小熊零钱包，里面只剩下2枚硬币和几张我自己画的亲情券。我生病了，妈妈照顾我需要费用，夜间的服务肯定更贵，我的钱不够了，我付不起，我害怕欠费。爸爸说过，欠费是可耻的。于是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紧紧攥着姨妈给的那颗糖，那是唯一免费的东西，忍着，希望天快点亮。第2天早上，妈妈来叫我起床，一摸我的额头就惊叫起来，她的手很凉，贴在我额头上很舒服。可爸爸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打开那个记账 app， 预估要费80元，我的跑腿费按最低时薪算20元，合计100元。安宇，你先转50元到家庭医疗紧急预备金账户。陆恒，你先去买药，孩子烧得很厉害。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规则必须遵守。爸爸坚持着，他们在门口争吵起来，费用支付不公平。穿过房门是我生病，花掉了太多的钱，导致我们家出现了赤字，是我不好。我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跑到他们身边，我把我的小熊零钱包，连同里面我所有的资产，还有姨妈给我的那颗我一直没舍得吃的糖，一起塞到妈妈手里。我哭着说：妈妈，我还给你们，你们别吵了，我以后不生病了。妈妈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再看看我烧得通红的小脸，她突然崩溃了。她第一次对着爸爸嘶吼：陆恒，你看看你把儿子逼成了什么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妈妈反抗，我心里竟然有一点点高兴。爸爸被妈妈的爆发镇住，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那颗进口糖果，眼神变得更加冰冷。就是因为你妹妹的干涉，才让小周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必须纠正。所谓的纠正措施是一张更详细的家庭贡献与回报量化表，爸爸把它贴在墙上，上面写着：擦桌子1次积2分，摆好全家人的拖鞋积3分，独立去楼下小卖部买东西积5分，而一个晚安故事需要10个积分来兑换。为了能在睡前听到一个故事，我努力的踮起脚，用尽全身力气去擦那张比我还高的餐桌。有一次爸爸让我自己去楼下小卖部买1瓶酱油，他给我的钱刚刚好，1分不多1分不少。在小卖部门口，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给其他小朋友发糖，那些糖果和姨妈给的那颗很像，亮晶晶的。我想起了姨妈的话，爱是不要钱的。那个男人脸上的笑和姨妈的笑好像有点像，我看着他，心里的涟漪又荡漾开来。晚上爸爸妈妈因为一笔电费的分摊差了2块钱，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躲在我的房门后，听着外面的吼叫，是我消费了太多的爱，是我让这个家亏损了，我必须为这个家赚钱，弥补亏空。
我要出门找到那些免费的爱，把他们带回家。第二天家里很安静，爸爸妈妈还在冷战，谁也不理谁。餐桌上没有早饭，客厅里也没有人，这更坚定了我要出门赚钱的决心。我穿好衣服，把我的小熊零钱包背在身上，里面有我的2枚硬币和几张画着拥抱和笑脸的亲情券。我还带上了那颗姨妈给我的一直没舍得吃的糖，这是我的全部资产，也是我的信誉凭证。在家门口，我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安静的家，我小声对着空气说：“爸爸妈妈，我去给家里赚钱了。”然后我拧开门走了出去。我凭着记忆走到了昨天看到那个陌生男人的小区花园，很幸运他又在那里。他看到独自一人的我，眼睛亮了一下，脸上立刻堆起了和善的微笑。他朝我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那颗糖比姨妈给我的更大，包装纸是金色的，上面还有卡通小熊的图案，比我见过的任何糖果都漂亮。他把糖递到我面前：“小朋友，叔叔请你吃糖。”我后退了一步，我被爸爸妈妈教育得很好，我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我警惕地看着他，认真地问：“叔叔，这颗糖要付多少钱？”这是爸爸教给我的最重要的原则。那个男人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他顺着我的话说：“这个糖很特别，它不要钱，但是需要你帮叔叔一个忙。”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一种劳动换取的支付方式，就像我在家擦桌子换晚安故事一样，这是公平的。我认真地点点头。可以，是什么忙？男人笑着说：“叔叔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你跟叔叔走，带叔叔去找妈妈，这颗糖就是你的了。”我没有丝毫怀疑，乖乖地伸出我的小手，被他那只温暖的大手牵住。我甚至有点高兴，因为我马上就可以赚到一颗这么漂亮的糖了，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我没有让他们亏损。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小区，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傍晚，家里的冷战终于结束了。妈妈准备做饭时，才发现儿子不见了。他们一开始以为我躲在哪个房间，或者在邻居家玩。他们在家找了一圈，又问了邻居，都没有找到。妈妈慌了，她开始给姨妈安昭打电话。姨妈在电话里一听，就感觉不对劲，立刻催他们报警。爸爸还在一边抱怨报警是小题大做，甚至在小声嘀咕：“如果警察找不到人，浪费的公共资源不知道要不要付费。”就在这时，妈妈在门口的玄关地垫下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是我用蜡笔画的，画上一个小男孩把一大袋金币交给了爸爸妈妈，旁边是我歪歪扭扭写下的几个刚学会的字：“我去赚钱。”我感觉自己变轻了，像一片羽毛飘了起来，眼前很黑，身体不再疼了，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有点冷。我看见一个穿着我衣服的我躺在一张冰冷的铁床上，那个请我吃糖的叔叔正在对另一个陌生的叔叔说：“这批货质量不错，可以结账了。”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完成了那颗金色糖纸的支付。也许我还像我画里画的那样，帮家里赚到了一大笔钱。爸爸妈妈看到账单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想妈妈吧，这个念头一出现，我就飘了起来，穿过墙壁回到了家里。家里还是那么安静，爸爸妈妈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我看见我留在玄关的那张画，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我去赚钱。”我很高兴，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为这个家做了贡献。我看到妈妈发现了那张纸条，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好白好白，比墙壁还白。我不太明白妈妈为什么看起来不是高兴。她抓着爸爸的手，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大声喊着：“报警！”爸爸的表情也变得很奇怪，他手机上的记账 app 第一次被他扔在了沙发上。我跟着他们飘到了一个有很多穿制服的叔叔的地方。我听到爸爸妈妈对一个警察叔叔描述我，说我喜欢 AA 制，喜欢交易，出门总是带着小熊零钱包。那个穿制服的叔叔表情变得很严肃，我心里有点小得意，看，连不认识的大人都懂我的规矩。屏幕上出现了我看到自己牵着那个男人的手，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爸爸妈妈一下子激动起来，我也很开心。他们是来接我下班的吗？可是很快，一个电话打来，那个警察叔叔说车牌是假的。妈妈一下子就哭了，爸爸一拳打在墙上。我飘到妈妈身边，想学着姨妈的样子给她一个拥抱，但我的手却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我第一次感到茫然，为什么他们这么伤心？我不是去赚钱了吗？这不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吗？姨妈安昭也赶来了，家里乱成一团。爸爸在网上不停地加悬赏的金额，嘴里念着多少钱都行，我付。我看着那些数字，比我小熊零钱包里所有的钱，加上我画的所有亲情券，还要多出无数倍。爸爸原来这么有钱啊，那为什么过去连一个拥抱都要我付钱呢？电话又响了，说在临市找到了一个像我的小孩。我跟着爸爸妈妈飞快地飘在车边，车开得很快。我听到妈妈在车里不停地哭，她说找到我以后再也不记账了，要给我买世界上最好玩的玩具，吃所有我想要的糖果。我心里暖洋洋的，原来完成一笔这么大的生意可以换来这么多奖励。可是那个小孩不是我。我看到妈妈发出了很可怕的哭声，爸爸抱着她，那个总是很冷静很理性的爸爸也哭了。我飘在他们身边，第一次感觉到了他们的悲伤。就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警察叔叔叫住了他们。我跟着他们走进一间白色的小房间，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小外套，我最喜欢的那件，只是上面红红的，像我画画时不小心弄洒了红色颜料。旁边还有那张我赚来的金色糖纸，我很高兴，这是我的交易凭证，他们找到了，这下可以证明我完成交易了。妈妈看到那件衣服，眼睛一翻，就软软的倒了下去。爸爸赶紧扶住她，我着急的想告诉她，爸爸别怕，这是我赚的。可我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我听到那个警察叔叔艰难的对爸爸说，孩子的器官已经被摘除了。我们根据现场遗留物整理出了一份带血的账单。账单这个词我太熟悉了，我努力的去看爸爸的脸，想从他那张脸上看到结清账目后的轻松，但是我没有。我看到爸爸那张总是在计算的脸，第一次出现了空白。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这笔最后的交易好像做错了。我看到爸爸那张碎掉的脸，然后妈妈就倒下去了。很多人围了过来，声音很吵。我飘在爸爸身边，他一动不动，我有点着急。在医院里，妈妈醒了，她不哭也不闹，只是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直直的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姨妈安昭握着她的手，让她哭出来，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我试着去碰碰他的脸，但我的手一次又一次的穿过了他的身体，我好像真的只是空气了，连一丝风都带不起来。他们回家了，家里比我离开时更冷更安静。妈妈走进家门，像梦游一样，径直走向了书房，那里有爸爸的电脑，我们那个记录着所有收支和情感交易的家庭共享账本就在上面。妈妈打开电脑，屏幕亮起，上面还停留着爸爸最后一条关于我的记录：教育投资回报非金钱性资产1，暂估价2元。妈妈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突然她举起了旁边的椅，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砸向了显示器，屏幕瞬间碎裂，然后彻底黑了下去。我吓了一跳，那个电脑很贵的，爸爸记过账要好几千块，妈妈为什么要弄坏它？爸爸一定会让他赔的。可是爸爸就站在书房门口静静的看着，他没有阻止。妈妈砸完电脑，又像疯了一样冲向书柜，把里面所有用文件夹整理的整整齐齐的账本、票据、家庭消费记录全都扯了出来，一页一页的撕了个粉碎。那些记录着1块钱的拥抱、5块钱的游戏、2块钱的贴纸的纸片，像雪花一样在客厅里飞舞，很快就埋住了地毯。爸爸看着满地的狼藉，身体不易察觉的抖了一下，嘴里开始喃喃自语。我听着爸爸的话，觉得很奇怪，我这笔交易明明完成了，他为什么会说错了？我到底给这个家带来的是盈利还是亏损？我越来越糊涂了。姨妈安昭冲了进来，看到这一幕，狠狠给了妈妈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后，她又立刻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安瑜，你给我哭，为了小周，你给我哭出来！姨妈的声音沙哑，妈妈在姨妈的怀里，身体抖了很久，终于哇的一声放声痛哭。爸爸没有理会他们，他默默地走进了我的房间，那是这个家里唯一没被波及的地方，一切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他捡起那摆在台上的一枚硬币，死死地攥在手心，然后他转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家门。我感觉他要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不安地飘着跟了上去。我跟着爸爸，他去了银行，取出了他账户里所有的钱。我看着那些红色的钞票堆在桌子上，像一座小山。爸爸原来真的很有钱，那为什么过去连一个拥抱都要我付钱？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新租的空无一人的小公寓。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在墙上挂了一块白板，就像以前他用来给我们家做预算规划的那种。但他拿起笔，在白板最上方写的第一个字是我的名字陆舟。他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巨大的等号，等号的另一边，他开始写下一连串的名词：人贩子的命，团伙成员的家庭，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绝望。我看着那块白板有点发毛。他开始变卖他拥有的一切，我们住的房子，家里的车，他账户里的股票。他对中介的要求只有一个，用最快的速度换成现金，价格无所谓。他用这些钱雇佣了城里最好的私家侦探，把警方给他的所有有限的线索都扔了过去。他的要求明确，我不要他们被抓，我只要一份名单，一份所有参与过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和他们的全部信息，越详细越好。与此同时，妈妈被姨妈接回了家，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抱着我的衣服，日复一日的不吃不喝。爸爸在那个空荡荡的公寓找到了他以前给我制定的那张家庭贡献与回报量化表，他盯着那张写满积分和规则的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拿出打火机，从陆舟那3个字开始点燃了它。橘黄色的火焰吞噬了纸张，化为了一撮灰烬。我看着那张表烧掉，心里却没有一丝高兴，因为我看到烧掉旧账本的爸爸正在墙上写一本更可怕、更血腥的新账本。私家侦探的电话来了，效率很高。顾先生，查到了那个团伙的头目，外号叫会计。我看到爸爸听到会计这个词时，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个堪称狞笑的表情。他拿起黑色的马克笔，在白板最上方人贩子的命旁边重重地写下了会计2个字，然后画了一个血红色的圈。爸爸拿到了第一份资料，是那个开白色面包车的司机的所有资料。他开始准备工具，锤子、绳子、黑色的工业手套，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让我感到陌生又害怕。他再也不是那个会和我计较1块糖钱的爸爸。我跟着他来到一个阴暗的、没有监控的巷子，他等在那里，等那个司机横着小曲喝着酒，摇摇晃晃地走进巷子深处时，爸爸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司机还没反应过来，膝盖就传来一阵剧痛，他惨叫着跪倒在地。爸爸蹲下来，在他耳边，这是交通费。然后他举起锤子，敲碎了他另一条腿的膝盖。结算完毕。他轻声说。我尖叫着想去阻止他，想去抱住他的手，但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无助地穿过他的身体。这不是结算，这是犯罪。爸爸停下来，你账本上的赤字会越来越多的。我用他教给我的话语在心里疯狂地呐喊，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见。警察很快发现了那个被重伤但没有生命危险的司机，负责这个案子的正是之前接待爸爸报案的那个老警察。爸爸回到那个冰冷的公寓，冷静地在白板上把司机的名字用红笔划掉，然后他看下一个名字。我不想再看了，我努力地想飞走，飞到妈妈身边去，可是我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绑在了爸爸身边。第2个目标是那个团伙里负责看管孩子的人。爸爸找到了那个人的住处，用一笔钱收买了他所有的仇家，在一夜之间让他家庭破裂，众叛亲离，最后流落街头，一无所有。爸爸站在远处，看着那个男人在街边崩溃痛苦，冷冷地说，这是托管费。爸爸的复仇名单一个接一个的被划掉，他的手段越来越狠，越来越偏执。老警察的调查也一步步的逼近真相，他开始怀疑那个在儿子死后过于冷静又突然消失的父亲。就在爸爸准备对下一个目标会计的得力助手下手时，他的公寓门被敲响了。门外站着姨妈安昭，她的眼睛里带着怀疑、悲伤，还有一丝恐惧。她看着爸爸，直接问道，陆恒，是不是你？我看到姨妈出现在爸爸的门口，她的眼睛红红的。她问爸爸是不是他干的，就像她以前质问爸爸为什么要和我灭之时一样。爸爸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爸爸。姨妈没有等他回答，直接把门推开，冲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墙上那块巨大的白板，上面用红笔划掉的名字，真相就那样赤裸裸地摊在他面前。姨妈哭了，她不是为那些被爸爸结算的人贩子哭，她是为爸爸哭，为还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妈妈哭，也是为我哭。她对着爸爸喊，陆恒，你看看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样，你把自己也变成了怪物。小周在天上看着，
他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我听到姨妈说我不会想看到这样的爸爸，我的心里很乱很乱。爸爸在帮我报仇，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支付着一笔他认为欠了我的爱。可是这种用别人的血和痛苦来支付的爱，为什么会让我感到如此恐惧？就在姨妈和爸爸争执不下的时候，公寓的门再次被敲响了。这次是那个老警察，他还带着几个年轻的警察。他走进房间，目光扫过那块白板，他的眼神很复杂。官方的力量介入，爸爸的复仇计划面临着全面的终止。老警察没有直接给爸爸戴上手铐，而是看着他，声音低沉但有力。陆先生，我知道您很难过，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您伤害别人的理由。您孩子的账单，我们警察会帮他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算清楚。爸爸的眼神中有一丝波动，他盯着老警察，又看了一眼墙上的白板，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那个我用过的小熊零钱包上。我看到爸爸的手第一次没有紧紧地攥成拳头，然后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那个巨大到无法填补的空洞。最终爸爸没有抵抗，他跟着警察走了。临走前他最后一次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块白板，然后他抬起手，用手指在虚空中轻轻地写下了一个等号。我不知道他那个等号代表着什么。我跟着爸爸进了那个小小的审讯室，和上次他来报案时是同一个地方。我看到老警察叔叔坐在他对面，老警察把一沓资料推到爸爸面前，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这个司机家里也有个和你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上个月刚查出白血病，这个负责看管的是为了给他乡下瘫痪的母亲筹钱治病，才第一次下水。爸爸冷冷地打断了他，他们的理由不能成为我儿子死亡的借口，一码归一码。老警察抬起头，对，一码归一码，你儿子的死是一码，法律会追究到底；你伤人是另一码，法律同样会追究。陆先生，你是个聪明人，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爸爸沉默了。老警察告诉他，警方一直在全力追捕主犯会计，但对方切断了所有已知的线索，他们需要时间。他劝爸爸，如果真的爱孩子，就应该相信法律，而不是用另一场悲剧去覆盖上一场悲剧。我看着爸爸紧锁的眉头，心里第一次希望他能听警察叔叔的话。我不想他再伤害别人，也不想他再受伤。如果我的死亡需要用爸爸的未来去支付，那这笔交易我宁愿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过。由于证据不足，加上姨妈请了最好的律师，爸爸被保释了，但他被严密的监视着，不能离开这座城市。他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公寓，他站在那块白板前，久久地凝视着那个唯一没有被划掉，还被血红色圆圈圈起来的名字会计。他拿起笔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我飘在他身边，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我终于明白姨妈说的那句爱是不要钱的是什么意思了。爱不是交易，不是结算，更不是用仇恨去填平的账本。爱是不希望你为了我变成一个怪物。突然，爸爸拿起板擦，用力擦掉了白板上所有的名字，所有的备注，只留下了会计那孤零零的2个字。然后他打开电脑，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警方和姨妈都在监视着爸爸，但他们只看到他在进行复杂的金融操作，以为他终于放弃了暴力，回到了他熟悉的数字世界。老警察虽然满心怀疑，但找不到任何他要违法的证据。会计上钩了，他通过层层加密的渠道联系了爸爸的空壳公司，经过几轮试探，他们约定在一个废弃的港口进行验资和交易。我跟着爸爸来到那个港口，这里阴森潮湿，和我失去意识前待的那个地方很像。会计出现了，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中年男人，戴着金边眼镜，穿着合体的西装，就像爸爸以前的样子。爸爸向会计展示了账户里那庞大到足以买下这个港口的资金，然后他按下一个按钮，我的照片，我笑得最开心的那张照片被投影在了巨大的集装箱上。会计那张斯文的脸终于变了颜色。爸爸用冰冷的声音说，我查过你，你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这里有2份账单，一份是你用我孩子的命换来的所有不义之财，我会用金融手段让你在未来10年内10倍100倍的吐出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另一份，他从风衣里拿出了一把刀，是你自己的命，现在结算一了百了。我看着爸爸举起那把刀，看着会计惊恐万状的脸，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他和爸爸的影子重合。我不要爸爸变成他。我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向旁边一个悬挂的铁钩撞了过去。当一声清脆的巨响在空旷的港口里回荡，爸爸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动，举着刀的手有了一瞬间的迟疑。就在这0.1秒的迟疑里，无数的警灯爆闪，老警察带着人从四面包围了过来。陆恒，住手！老警察的吼声撕心裂肺。会计见状，知道自己彻底完了，他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从怀里拔出一把枪，不是对着警察，而是疯狂地对准了陆恒。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你给我陪葬！子弹射向爸爸，但在子弹和他之间，老警察下意识地挺身而出，挡在了前面。在那瞬间，我看到爸爸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计算，他没有躲，而是猛地扑向了老警察，用自己的身体将他狠狠地推开。噗嗤，子弹射入了爸爸的肩膀，他倒在地上，鲜血从伤口涌了出来。他倒在地上，看着我的方向，脸上再也没有了算计，没有了仇恨，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我看到爸爸中枪倒下，也看到会计被警察死死地按在地上。在医院里，爸爸醒了，老警察坐在他的床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起一个苹果，用小刀一圈一圈地帮他削着皮。爸爸看着那个苹果，看着老警察手上专注的动作，突然这个像机器一样精准了一辈子的男人，泪水无声地奔涌而出。他终于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哭了，为了我，也为了他自己。会计极其团伙，最终被判处死刑，而爸爸因为之前的伤人行为和非法设局引诱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法庭上，他平静地接受了所有的判决。我看着爸爸被带走，他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妈妈和姨妈。爸爸入狱后，妈妈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了他早就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和一封信，信里说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一个新成立的以我的名字
字命名的小舟基金会，专门用于救助那些像我一样被拐卖的儿童和破碎的家庭。妈妈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她接管了那个基金会。那个曾经懦弱麻木的女人，第一次独自走出了家门，站在了无数的摄像机前。她用颤抖但无比坚定的声音，向全世界讲述了我们的故事，呼吁社会关注畸形家庭教育和儿童安全。基金会成立的第1个月，他们就从人贩子手里救下了一个差点被卖掉的小女孩。我看到妈妈抱着那个女孩，哭得像个孩子。我看着妈妈在阳光下为基金会奔走忙碌，看着姨妈和表哥时常陪在她身边，看着爸爸在监狱里拒绝了所有的减刑和假释，坚持服满刑期，定期收到一份又一份来自小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我。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了困惑和茫然，只有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温暖。3年后，爸爸出狱那天，妈妈去接他，他们没有拥抱，只是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站着，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柔和又安静。妈妈对他说：“陆恒，基金会还缺一个会计。”爸爸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郑重地点了点头。我看到他们并肩走在阳光下，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轻，越来越透明。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学会了，爱是唯一的永远无法计价的资产。在我彻底消散前，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小熊零钱包，它被妈妈擦拭得干干净净，放在了基金会荣誉室的陈列柜里，旁边立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每一份爱都价值连城，且无需支付。”我笑了，然后化作了光。